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3天时间，邓为身材从肿变薄，内娱榨干了他的肌肉。你知道目前内地娱乐圈里最滑稽的一幕是哪一幕吗？并不是哪个明星又塌房了，也不是哪部电视剧又出事了，是邓为。8月11日，百妖谱开机路透，全网都说他脸肿发福，颜值走中。8月14日，迪奥在上海举办的活动上，生图直出，薄薄的一片，整个人修长又挺拔。3天，前后也就3天了。同一个体型，在发福与瘦削的两种状态中来回变化。细细想想这件事情背后的逻辑，会让人捧腹大笑。先捋时间线，7月上旬的时候，邓为去了墨西哥录制《花与少年》8。路透社的照片中，他正在推着行李箱。网友们在看到这张照片之后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？那胸肌都好大啊，宽肩膀，细腰身，在人海中一眼就可以看见。内娱粉丝给他的外号是内娱现役法拉利，意思是说他的车线条非常流畅，而且马力很大。然后呢？7月底花少8录制时间只有不到2周的时间，路透社又出来报道了，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暴瘦21天之内，肉眼就可以看到体重减轻了，脸型非常锐利，下颌线也可以当作武器使用。粉丝们在评论区喊疼，说节目组行程太凶猛了。好吧，暴瘦就暴瘦吧，至少瘦了也漂亮。到8月份11日的时候，百妖谱就开拍了。路透一出，评论就炸开了。脸肿了，下颌线非常柔和，并且没有明显的棱角，人全身都浮肿了，颜值巅峰已经定在了长相思。双引号，一个以颜值为生的男演员，他的脸先垮了。评论区直接把人定在了耻辱柱上，粉丝们连夜就撤了。8月14日，迪奥上海活动，下雨的时候，太古里的内外全部都是人，喊声响彻整个街道。生图中邓为薄薄的一片 All Black 造型，单手撑伞，金贵俊逸。3天之前的那个脸肿发福的人已经不在了。同一个人的身体，在肌肉猛男与纸片人的两种状态中不断转换，每次转换的时间间隔不会超过3个星期。请问不是身体管理，这是身材失控。你们说这是什么自律啊？我所见到的是一个在内娱畸形审美的摧残下，在魔鬼般的行程中被反复蹂躏的身体。来吧，我们算一笔账。7月上旬在墨西哥，胸部肌肉很发达，这是花少8刚一开始的时候，状态还比较好。之后是21天特种兵行程，3个国家，追了8次日出，节目组恨不得把人榨干。暴瘦，8月初回到国内，在剧组拍摄了《百妖谱》，郭敬明导演，爱奇艺 S+ 项目的电影。在拍摄期间一共用了130天的时间。郭敬明属于哪种类型的作家呢？画面要美丽，人物也要美丽，每一张图片都必须是美丽的。邓为所承受的压力有多重呢？手中有一部可以播放，但是没有库存。仙台有树被扑了，云秀行也被扑了。风月不相关拍摄了一半的时候，金主就撤资了。整整1年没有被占用的时间，百妖谱就是他最后的一张底牌了，所以他必须瘦。郭敬明的镜头里不能出现“肿”这个词，因此就出现了8月11日的那个脸部肿胀的路透社报道，这是身体发出的一种抗议信号。高压、缺厥、暴瘦之后的反扑，到了8月份的14日迪奥活动的时候，他又薄了回来。3天之内肿变薄，你觉得这是自律吗？把身体当作橡皮泥来捏？更加厉害的是，粉丝根本听不进去。开机仪式的时候，2个小组的粉丝都去了应援。第一组规模比较大，
第二组规模比较小，邓之为大厂去了，小厂没有去成。官方的说法是由于通知多次修改造成沟通上的不同。粉丝们的感觉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，但是正主的脸都没有见到过。脱粉潮，你看懂了吗？一方面身体被形成，审美不断的蹂躏着；另一方面粉丝们因为没有看到明星而直接就不再关注了。两头不讨好。谭健次在干什么？张晚意在干什么？人家也正在拍摄电影赶行程呢。但是观众会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下一个角色，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会把戏撑下去。邓为缺少的是什么呢？底气，缺少了演技护城河、作品压舱石的支撑。他的全部财产只有一张脸，一个身体，因此一旦脸部出现水肿，身材变得飘渺的时候，粉丝们就会第一时间离开。除了这些东西之外，他还没有任何东西。你说他不想要安定的生活吧？是啊，但是他不敢停下来。花少八的行程他不敢推辞，迪奥的活动他不敢不去，百妖谱他也不敢不去受。他被固定在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上，如果不转动就会掉下来，一转动又有可能被压坏。最后要说一句很难听的话，现在的内地娱乐圈对于男艺人身体的要求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。瘦要瘦到纸一样薄，肌肉要有力，但是不要过于健硕。脸要小而尖，有棱角，但是不能真的瘦得不成样子。既要又要还要。邓为就是该系统中最为典型的例子。7月份胸部肌肉很突出，到了7月底就开始快速消瘦了。在8月11日的时候脸上出现了水肿的情况，在8月14日的时候又变得非常虚弱。一个身体4种状态，你们把这种叫做状态管理的东西给我说了，这叫肉身献祭。因此回到最初的问题上，邓为是不是有肌肉呢？有，但是很快就被内娱这台绞肉机给榨干了。你认为是他的问题，还是整个系统的毛病呢？评论区聊聊。